当地时间2月3号，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初选中胜出。南卡罗来纳州初选是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内首场正式的初选。最后，拜登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称：“我毫不怀疑你们会让我们走上再次赢得总统选举，让特朗普再次成为失败者的道路。”共和党方面，初选已进行了2场，特朗普轻松连胜，其党内竞争对手仅剩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尽管特朗普还没有摆脱参选资格争议，一系列法律问题也悬而未决，但美国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特朗普同拜登再次交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华盛顿邮报透露，已有拜登竞选团队成员把大选描绘成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决。据美媒报道，近日拜登正寻求在2024年11月大选前获得国际流行歌星泰勒·斯威夫特的支持，以赢得更多美国年轻选民的选票。在此前，美国进行的一项民调中，有约18%的美国选民表示愿意投票给泰勒·斯威夫特支持的候选人。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这位在社交平台有着上亿粉丝的国际歌星便公开支持拜登，并称自己将自豪地投票以支持民主党候选人。Taylor Swift comes out against Trump. I don't care if they write that. I'm saying right now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know is right, and you guys, I need to b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And if he doesn't win, then at least I tried. 在去年3月的一项民调中，美国有约53%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是泰勒·斯威夫特的粉丝。有媒体结合该民调数据及2020年美国人口统计数推算，当时全美有近1.37亿能行使投票权的成年人是泰勒·斯威夫特的粉丝，约占2020年总统选举中拜登和特朗普获得选票总数的88%。美国加州民主党籍州长加文·纽瑟姆也曾对泰勒·斯威夫特在年轻选民中的影响力表示肯定，称他能让年轻人意识到他们拥有发言权。2023年9月，泰勒·斯威夫特曾在社交媒体发帖，鼓励他的粉丝们登记投票。他写道：“我很幸运，最近在我的美国巡演中见到了你们这么多人，我听到你们提高了自己的声音，我知道他们有多么强大，确保你们准备好在今年的选举中使用它们。”除了文字，帖子中还包含了一个投票网站的注册链接。该网站发表报告称，在帖子发布后1小时内，网站的参与度就猛增了1226%。纽约时报认为，在这样的影响力下，如果泰勒·斯威夫特能够为拜登筹款呼吁，那将价值数百万美元。有分析认为，尽管要让一名歌星左右美国大选结果有点奇怪，但在当前的美国社会，这的确有可能发生。更让民主党人不愿放弃的是，泰勒·斯威夫特不喜欢特朗普，这在美国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拜登团队继续寻求泰勒·斯威夫特的支持，也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包括白宫此前谴责社交平台上流传的用 AI 生成假的泰勒·斯威夫特不雅照片一事，也被媒体认为是在向泰勒·斯威夫特示好。斯威夫特的这个受众群体不仅包括民主党人，他还有温和的中间派以及稍稍偏右的一些自由派。所以如果 Swift再次宣布为拜登背书的话呢，不仅能够更大程度的激活自己的基本盘，还有可能去扩大基本盘。有消息人士透露，从去年年底开始，特朗普团队就曾反复讨论，如果泰勒·斯威夫特今年再次支持拜登将如何应对，但他们也担忧会因此造成与粉丝群体之间的矛盾，给选举带来更大麻烦。 Let's say that I like Taylor's music about 25% less now, okay?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并不认为泰勒·斯威夫特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他还告诉身边人，再红的一线名人也救不了拜登。特朗普说自己比泰勒·斯威夫特更受欢迎，而且自己的粉丝更忠诚。他对吸引年轻选民很有信心。去年12月，美国《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在18至29岁选民中领先拜登6个百分点。当前特朗普以及他的支持者和 Swift 之间的这个好像已经开始有较量啊。这特朗普对 Swift 被这个《时代周刊》
选为2023年度人物就不服气，称自己呢比他更受欢迎啊。另一方面呢，特朗普的团队以及 MAGA 群体中的一些人呢，已经开始指控 SWIFT 是国防部的秘密心理行动的一部分啊，旨在帮助拜登谋求连任。而且呢，这一叙述呢，已经在一些右翼媒体平台上广为流传了。国防部发言人呢，因此呢，不得不为此出来辟谣。特朗普不慌的另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共和党人近期在边境移民问题上的一系列操作，让民主党人似乎有些无力招架。上个月，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因边境移民问题出现纷争，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公开批评拜登没有履行保护美国边境安全的职责，让数以百万的移民从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为此，阿伯特提议在美国南部边境地区装铁丝网，并得到了特朗普及25名共和党籍州长的支持。对此，白宫抨击阿伯特的提议是残酷和不人道的政治噱头。早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投票决定允许拜登政府拆除德克萨斯州为打击非法移民而设置的边境铁丝网。美媒评论指，这充分说明进入大选年，共和党与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相互撕咬已经拉开帷幕。移民确实是拜登以及民主党今年大选重要的软肋啊。一方面呢，拜登政府想满足党内的，尤其是左翼的诉求，保持美国的人道主义关怀，维持住移民国家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呢，无法掌控边境啊，让非法移民能够大量随意进入呢，给人拜登政府不善管理的这种印象。也因为近期南部边境州红州的州长陆续派大巴车把闯入的移民送到兰州的大城市呢，这让一些兰州的市长，比如说纽约市长啊，他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一直以来，移民问题都是美国选民最关切的问题。根据美国1月3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拜登1月支持率下滑，只有3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可拜登作为总统的表现，低于去年12月的40%。其中17%的受访者将移民问题列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远高于去年12月的11%。随着共和党人在边境移民问题上步步紧逼，民主党出招应对。日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喊话拜登政府，称除非民主党愿意将加强边境管控写入预算中，否则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免谈。出人意料的是，在参议院具体议案文字还未对外公开的情况下，拜登就表示他支持这项边境协议，并向参众两院喊话：如果你们认真对待边境危机，请通过一项两党法案，我会签署它。有观点认为，拜登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可能引起部分民主党人的不满。但也有分析指，拜登这是将计就计，将球踢到了共和党这边。这样一来，不仅去掉了其在边境移民问题上的丢分项，还可能加剧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从而拉升民主党选情。拜登呢，他看穿了特朗普并不想解决问题，而更想维持这个问题的热度啊，所以呢，这个干脆就将计就计了。表示呢自己愿意去签协议，尝试去解决边境问题。那这样一来呢，如果说国会共和党签了，那这个有两党议员共同支持的协议，未来哪怕失败了，责任也不一定仅仅在民主党身上，在拜登身上。如果未来成功了呢，拜登就又多了一项成绩。那特朗普呢，继续炒作这个议题，维持热度，他才能积极的蹭流量、带节奏。在右翼较为封闭的媒体环境中呢，这样的操作很可能是有效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特朗普赢得党内初选的可能性很大，但实际上各界对他的疑虑仍有不少。其中，他太过个性的言行令共和党人感到担忧。CNN 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5%的共和党人称特朗普不圆滑、粗鲁和不尊重人。还有一小部分共和党人称特朗普不诚实、不道德、情绪不稳定、容易失控，表现出太多的傲慢和以自我为中心。近日，律师罗伯特·卡普兰爆料，特朗普在与律师团队沟通时因愤怒而扔东西。据卡普兰透露，特朗普在和他的律师就其诉讼案件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沮丧，不仅对自己的律师大吼大叫，还把文件扔到了桌子对面。
无独有偶，特朗普的前助手卡西迪·哈钦森也曾爆料过，特朗普生气的时候喜欢往墙上扔东西。他在白宫的办公室曾亲眼目睹番茄酱从墙上流淌而下，地板上躺着一个破碎的盘子。此外，《纽约时报》近期还以特朗普势头大好，不2场初选暴露了他的弱点为题进行报道，指出，尽管特朗普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轻松获胜，但他的选情却在党内重要选民群体中表现出了疲软的迹象。比如，在新罕布什尔州，44%的共和党初选选民是独立人士。民调还显示，这些选民中的许多人不仅是喜欢一个新面孔，而且是专门为了表达对特朗普的反对而投票。在艾奥瓦州，据当地报纸德梅因纪事报的民意调查，黑利的支持者中有近一半将投票给拜登。分析指，这代表着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所能争取到的支持者将比2016年和2020年都少。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移民呢是今年选战当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日前，美国南部的边境州德克萨斯州同联邦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矛盾尖锐化。陈女士对于德州事件有何观察？因为我们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各有自己关切的议题，如果在谈堕胎问题上，那么民主党是加分的；而在讲这个移民问题上，一般共和党是加分的。所以呢，共和党现在就在借助这个德州的移民问题，希望把这个议题推上这个更高的这个优先级，让美国的选民呢更关注这个议题，这个对共和党竞选是非常有帮助的。移民问题它只是表象。实际上，它的根源是美国的一个叫做路线之争问题，也就是说，民主党这一派呢，拜登建制派呢，他们是支持美国应该建立在价值观念之上，而特朗普的 MAGA 这一派是认为美国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主体民族之上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民主国家。所以这个路线之争呢，导致了现在移民问题成为了美国社会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来看呢，特朗普拿下共和党的提名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了。那么很多共和党人呢，仍然担心作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言行会太有个性。傅先生，您如何来解读共和党内的这种担忧？其实特朗普这种发表这种极端言论，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就是动员他的基本盘，因为他们基本盘就是喜欢听这个特朗普这种非常出格的言论，挑战这种民主党和自由派这种言论。目前特朗普在初选阶段确实是所向披靡，他这种言论有利于他赢得初选，但是大选里面就不一定了，因为大选还是要争取一些中间选民，而这些中间选民确实对特朗普的某些言论确实是比较担忧的，比如说他还在炒作2020年大选舞弊案，有些中间选民其实包括共和党内部的温和选民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另外一个，比如说他外交方面的一些言论，比如说他说他上台之后可能要退出北约，这个对于一些共和党的建制派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法接受。我们知道现在在共和党党内初选当中，黑利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不是说他现在的苦苦支撑也只是徒劳？他实际上是没有胜算的。黑利肯定是没有胜算的，因为美国的政治是有天花板的。对于女性来说，至今没有一位女性能够成功的当选为美国总统。希拉里曾经很有机会，但是她还是失之交臂。黑利又是少数族裔，这2点决定了他是不可能走到最后的。但是黑利呢，它的存在呢，又对于吸引共和党内的温和派，它是有意义的。这些温和派他也需要自己有一个政治代表人和代言人。黑利这一次竞选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有一个可以看的看头是在哪里呢？就是是不是黑利这次出来是为了分流特朗普的选票的？如果黑利出来，他能够在共和党的这些铁盘里面就分走一些这个传统的共和党选民的票的话，能够导致最后就是特朗普选不上，那就是2党的建制派合作的结果了。唐女士，您曾经写文章分析过就是从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共和党就处于高度的分裂的状态。共和党内的领导层在如何处理特朗普和党内温和派关系方面一直都没有找到妥善的路径和方法。那么现在来看，共和党内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反对特朗普的党内势力现在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于这个共和党内反那个特朗普的力量来说呢，基本上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无力又无奈。就是2016年特朗普横空出世的时候，这个建制派的大佬是这个开始是不认可，结果后来看他的支持率比较高，就为了这个选举的这个需求嘛，就开始支持他。但是经过2020年大选和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尤其是202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嘛，就支持这个特朗普的候选人，结果没有获胜，所以导致这个建制派的对这个特朗普的是不满的。但是我们来看今天的，就是2024年的这次大选，就是之前呼声比较高的什么德桑蒂斯啊，结果支持率还不如这个特朗普高。所以说这个党内的这个建制派对特朗普最起码就是目前做到就是不公开反对。现在他们可能就是这反对派就是有一个小心愿，因为这个特朗普这个遭遇这个刑事起诉嘛，就是希望他能够坐监狱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共和党内部也是这么想的吗？对，就是基本上他们现在处于这种无力又无奈，就是除了把特朗普送到监狱里面去，共和党内部的反特朗普势力也没其他的招了，是吧？对。